病房13上集。第1章，入院之夜。医院的大门缓缓打开，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吱吱声。小雅一步步踏进，即便是明亮的灯光也无法消散她内心的不安。这家医院在城市中的角落，门前的灯光蒙上了一层阴影，仿佛在迎接她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。整座医院弥漫着一种不寻常的氛围，仿佛每个角落都隐藏着一个无法解释的秘密。小雅看住大厅的等待区，发现人们的眼神格外怪异，仿佛他们共同分享着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。小雅领到了她的员工卡，却发现里面的照片不是她本人。她疑惑地看向接待处，工作人员却毫不在意地笑着，这预示着一场神秘的开始，让她不禁感到一丝心理恐惧。在前往她所属的病房的路上，她感受到了奇异的视线，似乎有无形的眼睛在盯着她。她加快了脚步，却听到走廊尽头处传来一阵奇异的低语声。当她转过弯，却发现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片寂静。抵达病房时，他发现这里的灯光显得昏暗，墙上的油漆剥落，仿佛岁月的痕迹都凝聚在这里。窗外的风声透过裂缝间吹进，令人不寒而栗。他的同事看似正常，但他心中隐约感受到一些不寻常的生理恐惧。当小雅正专心工作时，他突然听到了一种奇异的声音，像是鬼魂的呢喃。他定睛一看，发现墙上的裂缝中竟然有一双莫名的眼睛注视着他。他吓得后退了几步，再看时，那双眼睛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夜幕降临，小雅在病房里感到一种社会恐惧的氛围，病人们的谈话变得荒谬，仿佛他们被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操控。当他试图了解他们的病史时，却发现所有的文件都被刻意修改，让他对这个医院的真实面貌感到更加困惑。夜深了，小雅准备离开医院。当他经过空旷的走廊时，突然感到有东西在他身后迅速移动。他回头，只见一阵阴影消失在黑暗中。他的心跳加速，意识到这里的危险可能超乎他的想象。第2章，病房13的奇异病人。在走进病房13的那一刻，小雅感觉仿佛穿越了一扇通往未知的门。病房内阴霾的氛围更加浓厚，仿佛时间在这里凝滞。她感受到一阵莫名的压迫感，仿佛这个地方承载着无尽的秘密。病房内，她见到的病人都显得异常，每个人都患有不同于寻常的疾病。有的病人皮肤苍白，仿佛失去了生命的色彩，而有的则因疾病而奇异地扭曲变形。有些病人甚至显示出超自然的症状，像是能够预知未来或与异次元相连。小雅在记录中发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治疗方法，似乎与一些古老的神秘文献有关。她开始怀疑这些病人的来历，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被关在这个被封闭的区域。有一天，她偶然发现了一本神秘的病历，里面描述了一场古老的仪式，而这仪式的参与者正是这些病人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小雅在病房13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理恐惧。她的梦境也变得更加诡异，梦中的病人和她进行着无声的对话，揭示了一些古老的秘密，仿佛在寻找救赎。每当小雅试图向其他医护人员谈及她的发现时，却遭遇到种种的打压和阻挠。社会恐惧开始在医院内渗透，她发现自己被孤立，无法信任任何人。在病房13的角落，小雅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房间，
当他打开门时，一阵寒意袭来，里面充满了古老的符号和蜡烛。这里的空气磅礴凝结，他感受到一股邪恶的存在。第3章，病人的梦魇。小雅躺在阴暗的病房13，夜幕笼罩着整个医院。她进入了一个神秘的梦境，这个梦境充满了不寻常的景象，与病人的病症交织在一起。梦中，她走进一片黑暗的森林，树木弯曲而诡异，仿佛在低语住某种秘密。她感受到脚下的土地在呼唤她，似乎是在引导她走向某个未知的目的地。夜风吹过树影摇曳，营造出一种令人心惊胆战的氛围。在梦中，她遇到了病房13的病人，他们的身影在黑暗中闪现。病人们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安的痛苦，仿佛在向他传达某种信息。他试图与他们对话，但他们的声音仿佛被风吹散，无法辨识。随着梦境的深入，他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古老的祭坛前，祭坛上燃烧着绿色的火焰，火光中显现出神秘的符号。他的心跳急促，感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存在。梦境中的人物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出现。他在病房13内看到了梦中的病人，他们的目光中带着梦境中的诡异光芒。他开始感到越来越无法分辨现实和梦境，恍若两者交织在一起。每当小雅试图逃离梦境，却发现梦境似乎有着无法逃脱的力量，牵引着她深入其中。她的梦境越发诡异，不断揭示病人的梦魇，使得他在现实中的恐惧也不断升华。在梦与现实之间的模糊界限中，小雅感受到了心理恐惧的压力。她开始怀疑自己的理智和现实的稳定性，一个迷幻而令人不安的境地。第4章，院内调查。小雅深陷于病房13的谜团中，她决定展开一场关于医院历史的调查，试图揭开这个神秘病房的过去。当他深入挖掘时，发现病房13曾经是一个被封闭的实验区域。在阴影笼罩的档案室中，他翻阅着古老的文件，发现了一段恐怖的历史。病房13在很久以前被用作一项实验，而这实验与一种神秘的病原体有关。这种病原体似乎能够改变人的心灵和身体，将人从内而外地改造成某种异常存在。他发现当时的实验包含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元素，如古老的仪式、神秘的符号，以及与黑暗力量相关联的传说。这些文件中的描述使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理恐惧，仿佛一个被埋藏的噩梦即将苏醒。小雅在调查中逐渐揭开病房13的黑暗面，发现当年参与实验的人员不仅包括医生和科学家，还有一些拥有神秘力量的个体。这些人的目的与病原体有关，似乎在寻找某种永生的秘密。在他的调查中，小雅进入了一个荒谬的实验室，墙上布满了鲜血和古老的符号。他感受到一阵无形的威胁，仿佛当年的实验还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他的心灵和身体开始受到不明力量的影响。他在夜里梦到古老的仪式，仿佛自己也参与其中。这样的梦境使他感到极度的生理恐惧，仿佛某种邪恶的力量正在重新唤醒。第5章，恐怖升华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小雅发现了令人胆颤心惊的事实：病原体正在重新出现，并在医院内肆虐扩散。每当夜幕笼罩，病房13仿佛成为了邪恶的巢穴，恐怖的影子在墙上舞蹈。医院开始陷入混乱，护士和医生们在面对未知的病原体时束手无策，恐慌在扩大，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绝望的氛围。
小雅越发感受到社会恐惧，医院内庞福已经成为一个无法逃脱的牢笼，病人的症状变得越来越极端，他们的眼神失去了生机，皮肤呈现病态的苍白，有的病人发出诡异的低语声，庞福与不可知的力量交流。小雅回想起在惊悚病房中的情节，惊觉这种变化和那段令人不安的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在深夜的病房13里，小雅目睹了一场恐怖的场面，病人们聚集在一起，共同呼唤着某种古老的力量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硫磺味，医院内的灯光忽明忽暗，如同鬼魅一般。突然间，一个病人的身体开始扭曲变形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骨折声。他的眼睛放射出奇异的光芒，庞福被某种黑暗力量掌控。其他病人也相继展现出超自然的症状，使得病房13成为一个充满噩梦的境地。在这种混沌的环境中，小雅感到了极度的心理恐惧。它与这场灾难似乎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。